真就没人能逃过吴镇宇这张毒嘴，直言看见郭麒麟的脸就想笑，好要命。觉得如果这个戏就不是郭麒麟来演，真的有点绝。你幻想郭麒麟演这个沈星，真的是他就挺可怜的，其他帅哥啊，那些有些流量的，你为什么他不笑？就想笑。在游戏里穿着那个出家人那个橘子颜色的，现在这个人，这好好笑哎，很可怜那种。两人连线没一刻能憋住笑。还有我的总结也要听我控制不能一讲话上台的时候。上台就哎呀，就对，我记得那天他说咱是不是还有一枪哑弹，就是那枪卡壳了没打回来，就是对，有一枪哑了，我太差点哑了，我所以最痛苦就是整个身体的准备接触的，导演卡了，对，卡了，你知道卡了又不是说不打了。拍戏片场也笑点乱飞，哄片场动物直呼比老婆难哄，救命！这个公哄，用老婆更哄啊！他要喝水吗？他吃馒头的吗？学剧中语言谐音梗玩得明明白白。沙瓦地，瓦萨里，沙瓦地，瓦萨里，就谢谢的意思。谢谢是英里，不是你。对，心推儿。吴老师，各位，哎，麒麟，哎 ，hello， 大家好。好 ，Hello， 各位优酷的朋友们，大家好。听闻最近很多网友都熬夜解锁了，不好意思，老师，我也太紧张了哈。听闻最近很多网友都解锁了熬夜追边水往事的新习惯。那尽管刚刚优酷站内热度也破了9000了，感谢各位追剧的达班兄弟。那今天我们也在此时此刻给所有追剧人一波福利，和大家开启坡上夜话局，陪伴大家追剧，聊聊属于三边坡的故事。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三边坡非常重磅的人物，他们是年少懵懂的三边坡小白沈星老师的扮演者郭麒麟老师，哎，朋友们大家好。和饱经风霜的达班话事人猜书的饰演者吴镇宇老师，欢迎两位老师。镇宇哥打招呼。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郭麒麟。好，赶紧撒旦。好，那两位知道网友熬夜追剧上头已经讨论到热搜上了吗？是我刷到了，说是那个对熬夜者的惩罚是吧？哎呀，你看是我们作为始作俑者还怪不好意思的，我们其实中午12点就开始播了，你这。对，为什么要熬夜呢？你中午看不行吗？对啊，中午看还不害怕，可能晚上看咱们这片儿它比较带感，而且确实很多观众朋友可能白天在上班，然后确实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可能得晚上回到家，然后才能踏踏实实的是吧？吃点喝点看我们这戏，非常感谢。还能睡得着吗？你就看这样。对，越看越睡不着。我最近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情况，好多朋友都是基本夜里2点半、3点半，然后给我发信息说你们这剧太好看了，然后我都第二天醒了之后才发现，我说为什么都这点追剧啊？这因为我每天都在剧组。对，就回家就睡了。对，您比较辛苦。我跟吴老师也好久没见了，得有个一天24个小时没见了。那镇宇哥有没有熬夜追边水往事的习惯呢？我没有。如果一直都看那个叫什么那个切片，就靠切片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没有整集看的，没有。那其实我现在追剧必须要看2遍，为什么呢？因为一遍我要追剧情，记不住啊。不是第一遍我要看剧情，第二遍我要带着弹幕来看我们的剧情，因为和网友一起共创的感觉那真的是太爽了。那第11集，您说。
没事，没有，我就随便搭2句话，我不知道您要说什么，主要是啊。好嘞，那第11季沈星准备和舅舅离开三边坡回国，和猜叔告别的那一段，其实特别的感动大家。那大家对这段戏的讨论度也是非常的高。那你们在演那场戏的时候，都是抱着什么样的感受？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对挺难讲了啊。是，因为那些对白之后，麒麟又要在另外一个场合讲一遍，我说什么对白？有个好处，用广东话就什么都不怕。对，因为当时您说，当时就是对，就是我们2个人的一些微动作，就怎么说呢？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做？你记得我们有一个告别的，你在下面，我们在上面就给你一个祝福那个。对，在那个告庄拍的，在一个景区。其实挺幸运的，我觉得没有机会再拍一个没人的告庄。对，确实也是。对，当时其实我就说是我记得的吧，因为我其实拍戏比较在乎现场的感受。然后当时那个跟猜叔对完戏，然后其实猜叔当时大部分的台词都是用粤语来说的，我本身听粤语其实只能是一知半解。但是仅通过猜叔的神态，就是我一直在紧盯着猜叔的双眼和面部表情，就他仅凭借神态，然后我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意思，但我并不明白哪句是哪句其实，然后我就看着猜叔的眼睛，然后我自己就有点控制不住了，我就已经眼含热泪了啊！所以那场我当时还印象挺深刻的。然后当时因为拍的也比较晚了，后来底下就来了几波游客，然后后来我们就在上面那个告别，然后底下就有人开始聊，哎呀，快来这边照相，这边怎么样啊，有一些个小插曲。对，如果不是那个事件口罩，就不什么一波啊，人可能会更多一点。对，所以有时候用电影的影像记录某一些地方，其实我就很享受这个状况的，因为有时候那民宿那个地方每天有100万人通过的地方，怎么可能让我们安安静静的拍一场那么有感觉浪漫的戏？你那个那个灯啊，阁楼可以带着我的肩到你的下面。对，哇，一说到这就想起了当时拍摄的一些往事，是吧？对。那其实我们观众来看这部剧呢，可能是对一些台词和你们这些对手戏会更有印象，而且很想猜一猜当时2位老师对彼此的那个情绪。比如说，像大家对一句台词就是“念念相续，无忧间断，生与异业，无有疲厌”，这个是猜叔说的，还有印象哈。那其实也想问问猜叔，当时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真的是准备放他走了吗？对呀，就没办法。之后他要走就走呗，又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你留着他干嘛？我观众可能会以为，因为这台词开头是念念相续嘛，可能就是用这种方式留他。那以为是连族18相送了，还要不要？其实当时的这个状态是，猜叔虽然对沈清还是就对他觉得这孩子挺灵的，然后呢，但是又觉得这孩子也犯不上说猜叔要屈尊去求他留下来，然后于是呢，就是说跟沈清说，好，那个你要回去也可以，然后呢，虽然我很喜欢你，如果你要愿意在我这儿继续待着呢，我可能未来也会很器重你。但是一切都听你的，如果你要觉得带你舅舅回国最重要，那你就回国。猜叔其实是很尊重沈清的个人意愿的，然后沈清想了半天，觉得在这个危险的地方还是应该先把舅舅送回国更重要，于是才做了那个决定。好，谢谢2位老师给我们解读了这段剧情啊。那其实很多观众也认为剧中沈星和猜叔的关系就像大 boss 带着小白一样一路成长，2人觉得准确吗？
准确，太准确了，没有猜书在那儿混不下去。其实我最有感触就是你在烦我，但是到后面的戏了就不能剧透。但是那场你记得吗？你在房间里面一直收你的，这是那对，这不能说，不是你算了，人家就说什么了，什么那场对，反而我觉得，因为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是你自己自愿的，所以我也没有用什么计谋去把你留下来。对，你什么的生气就你还对，也透一点点的，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些关系，就所以对也生气，因为生气在不是就是对一个人好，反而人家又可能会反转对你不好。是。那个主持老师，对您说，您刚才问到哪儿了呢？好，那我就接着继续往下问了。那如果现在让你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对方的形象，你们会怎么说呢？为什么要这样？对，这个天天给吴老师出难题，是不是考吴老师？吴老师准许用粤语回答。不是这种粤语就会拒绝回答所有这样的问题，这个是不是在这么网络的问？真的很复杂的个体啊！你如果到第11集之前，你去形容这个人，可能就有5句好话；过了到第16集，可能又有5句杀人诛心的说话。你们懂我讲什么吗？是吧？就像之前你跟你男朋友拍拖的时候5句甜蜜的话，到吵架了结婚不想结的时候又有5句杀人诛心的话。我现在讲的话麒麟翻译一下给他们听。明白，就是很难用很片面，就因为一句话实在太片面了，他对这个人的看法有好有坏，很难通过一句话把他说的非常的完整啊，因为人本身又是复杂的，是吧？还有只有墓志铭才能完完整整记录这个人的一生，我们因为他才比较客观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可能性啊。对，那其实网友现在对猜书现阶段看到现在的这个阶段，对猜书的评价就是用一句话套用现在的梗，就是猜书还是太全面了。麒麟怎么看？太高估猜书了吧？原来是小卖部。对，我看现在我看网友这些评论，就是觉得猜书前面运筹帷幄呀，然后杀伐果断呀，以为是那种倒卖军火的大佬呢，后来发现玩了命才是卖日用品的，然后疯了一样还想抢人牛肉。我告诉你，在香港就有这个行业，叫代客停车。那条街能给你做这个服务的人都不简单，他是要分区域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长大，就是你在那个地方搞个小卖部，你能卖吗？有些人比如说摆个地摊，很多新闻，这里谁叫你摆的？是不是？对，在地方的势力。对，就可能是因为牛肉是一门大生意啊。对，见微知著啊。对。那其实可能观众朋友们看到现在这个阶段，可能经常看着猜书有事儿要自己出马去解决，然后还要求人，还会碰壁，所以你懂在香港代客停车这个行业，年终要他们开价，以前呢，现在肯定很稳定了。以前就为了那一个代客停车那个箱子，每天晚上都有事发生的，还有对主的客人呢。对，必须得有能管理的能力。你以为观众实在太单纯了，也是好事啊。主要是这个阶段的猜书，他还是让大家看到他为了谋生有点
有点艰难，所以会觉得他像个小卖部的老板。其实不是，咱们大家继续再往后看哈，因为从一些只言片语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猜叔的，就是他的爸爸是个，对吧？背景也很深厚，所以我们接着往后慢慢看，就不要过早的定义我们的猜叔是个小卖部的。你以为某些地方的总统就是最高话事人吗？我有点不敢出镜了，我现在有点我不是这个就是电影的一个尝试嘛，是不是？是。好，那下面有个问题，我来问问吉林你觉得我们的这个猜书压力大不大？从你的视角上来看，就带着10个不到的手下，然后什么事儿都得自己出马，其实我觉得压力挺大，因为那个我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它的社会治安其实并不太好。然后其实越是在这种怎么说呢，那个地儿虽然是遵守丛林法则的地方吧，但是我感觉在那儿谋生也不容易。然后猜叔作为一个领导者，然后还要管这么些人，还要时刻提防手下人惹祸，然后时刻还要提防外边的人来招惹我们，然后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相对于安全的庇护所，其实是挺困难的。是压力挺大，猜叔压力挺大吧？我有想过，如果猜叔不干小卖铺，或者是这个小卖铺被人家拿走了，他还能在那个地方住下去吗？你有想过吗？如果您在那儿没有势力，可能咱还真在那儿混不下去了，因为这么多年是吧？你搬到别的地方，人家的地头，我就是有想，如果猜输了，不死，搬到别的地方去，搬到哪里去呢？西边坡、五边坡，不留在三边坡，那西边坡、五边坡有它容身之地嘛？这个但是还是得投奔个那种什么头领什么的感觉，还是得是吧？对，所以治安好才是真的好。好，下面下面，其实每一次沈星在最危难的时候，都是他的选择救了他嘛。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沈星抉择的剧情，大家可以边看边和网友分享拍摄啊或者观看的感受啊，都可以。那辛苦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播放第一段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槍頂頭上不買人，條靚仔三邊波啊，好難揾嘅。那球本来就是假的，我啥也不知道。都说中国人聪明啊，聪明人说聪明话。给你最后一句话的机会。你说哪样才说？你看了2枪，他都没买过。冇殺到佢啊！你可以拎佢換走嘅喎。我睇你個樣，好似又唔係好想買佢咁喎嚇。嗱，買唔買你自己決定啦。好，那两位刚才看完这段片段，有什么想说的？有点说吧，就是想表达，不太想回忆这段时光。我郭麒麟，你接触过这些东西吗？拍古装啊，拍其他的没？首先就要让他知道这东西虽然是假的，有多大的杀伤力。对，就让他有，对，就故意让他有这个，有点胆啊！你那啥，我一定向你开枪，一怼出来，你也低头，你不低头了，那火药渣子也是会伤你那个俊俏的面子。对，就是当时的生理反应都是真的，除了里头没有子弹，其他都像真要毙我一样。
我已经感觉那个就是不太好了，感觉要失禁了，差点那个状态。因为在拍这场戏之前，其实这枪先交到我手里，说这样你对着一个那个旷野，然后你自己开一枪，你试试。然后我说试试呗，然后枪递给我，我拿在手里，就是我幻想的是要扣动这个扳机，这子弹才出去。结果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呢，我手刚一搭到这个扳机上，没用什么力，啪，这枪就出去了。我当时差点把枪扔了，我说这声也太大了。然后想到一会儿这枪要直冲着我，然后还不能太远，要不然就没有这个震撼了。还有我的手也要听我控制，不然一讲话乱来的时候，上台一啪，哎呀，那就对，我记得那天他说咱是不是还有一枪哑弹，就是那枪卡壳了，还没打出来。就是对，有一枪哑了，我也差点哑了，我就。对，所以最痛苦就是整个身体的准备接受这个导演卡了，对，卡了，然后卡了又不是说不打了，我天哪，当时真受不了。你们说的是谈笑风生，我听的都紧张，因为毕竟没有这样的经历，也想象不出来，但是听的真的很紧张。当时我的那些个表演，我没在表演，我当时没想着演戏，除了告诉我要说一句话，其他的那个整个生理反应都是比较真实且自然的。我因为每一个道具它控制火药的喷射的强度，对，那个距离每一个弹，我说这个安全吗？它是郭麒麟哦。对，郭麒麟这巴黎就是谁？不是，总之谁都要安全，就是要一个对。我说安全嘛，他就我就试一下，我就来一些，我就没谈到，就对，因为吴老师这方面经验确实是比较丰富，所以他会最大限度的保护对手戏演员的安全，他自己先试了很多次，然后我们才开始拍。说只要你低头，什么事都没有的。我知道，我根本就不敢抬头，我就一直低着头。对。那我也想就剧情来问一下，沈星当时为什么不供出弹拓呢？说句实在话，就是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如果真的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当这种叛徒也很难，因为你毕竟是第一次这个枪顶在你这儿，你这个大脑完全是一片空白。我觉得你最多能说出的话就是不是我。就有的时候我们会在一些个恐怖片也好，会在什么地方就看这个人整个就傻了，呆滞了，然后他可能会大喊大叫，有可能就是大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觉得这有可能是人真正生理上的一个常态啊。就是当时因为如果他要卖弹拓的话，就说明他早就想要卖弹拓，就说明这是他的潜意识。但在当时我的这个潜意识，在沈星的潜意识里，可能就是这个事儿真不是我，因为蔡叔没有问别的，蔡叔说你说是不是弹拓让你这么着，蔡叔也没这么问，蔡叔就是说这怎么回事。然后沈星当时已经就是脑子已经炸了，已经不是他的了，已经什么都想不出来了啊！我觉得在那个时刻，其实保护弹拓是无心之举，因为他和弹拓的关系当时也算不上好，弹拓而且也想利用他，沈星又不是看不出来。完了，在这个情况下，你忘了前一场戏可是沈星跟那儿等着说弹拓要给他送走的，然后进去二话不说给他一个嘴巴又给他捆起来了，这不都是弹拓干的吗？我觉得真的对的，麒麟你这样分析，因为我也不会编出来，我也这就是麒麟也这沈星也不会编，你问的就是我也在，如果讲多了，我还有一番还有花一段时间跟你解释，就是我是最简单，你别再，我觉得生理反应这真的是就是这样。哇，好的。但提到了弹拓啊，作为我们那个猜书的左膀右臂之一，那不得不问问两位老师，你知不知道网友送给我们沈星和弹拓的这个组合名字唾沫星子？您知道吧？怎么唾沫星子，弹拓和沈星。粤语当中管这个叫唾沫星子嘛，就是说话的时候我们这个唾沫星子。口水花。对，我们这叫口水花。讲得那么浪漫干嘛？麒麟，那你知道吗？你是知道的哈。
我是啊，我那次去那个阿里扫楼，说了一天啊。啊，那蔡叔怎么评价这个组合呢？唾沫星子这个组合，左膀右臂。在蔡叔，我不觉得他们是一个组合啊。得力干将。也没有啊，因为最后他有一件大事要干，他又回来了嘛？你回来了吗？我剧情讲到你回来，我们要喝酒那个嘛。现在已经到金翠歌厅了。金翠对，刘金翠都出场了。所以你回来了，有些事就可以，如果就这样说吧，我们整个公司差一个CAO 或者 CEO 的话，可能我就可以圆满一点这个公司，你懂我意思？就差一个会计或者是一个动脑的人，因为他做可能就是一个不会出卖你的，在后面拿着枪你没事的，但有时候你就不放心他去太多，让他自由发挥的空间，或者是就交整个事业给他的人了，就是或者保护公司可能大家都可以，但是发展整个公司可能省心。后来恰叔可能觉得省心会适合一点吧，所以你说是个组合我也不觉得是一个，就是作用不一样吧。组合是两个人坐在一起能那种发挥一家，就我不知道怎么说这个事。明白。好，那咱就不说了，不为难老师们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看我们的第二段视频。好，一起看一下。看葛小红呢。哇，好笑這段。你電話度話發文唔可以刪，那為什麼拿到石頭後就不回去呢？不敢，盯着他的人太多了。那也沒想過聯繫我們？想過，可我不認識這兒的字兒，找不着聯繫方式。怎麼發現的？回來的路上，無意中發現。無意？係你自己諗到㗎嘛？點解唔認啊？說你老婆聰明，你就認了嘛？真是無意中。你知唔知粒石頭好值錢㗎？知道。那沒想過據為己有。我這趟魔礦山跑的就是2趟邊水。1趟100趟。好煩哦，這個劇情。是因為這塊石頭值那麼多錢嗎？石頭的價值是人賦予的，值錢的不是石頭，是人。蔡叔，那我能斗膽跟您提個要求。我想用這100趟邊水換您一個面子。我知道您在三邊坡樹大根深，交友廣泛，憑您的面子，問出我舅舅在哪兒，應該輕而易舉。單拖講你個手機唔見咗，你又用呢個咯？喊你拉倒你就拉倒嘛，想啥子？大不了兄弟都用这个。
谢谢蔡叔。这个镜头看上去，感觉您这宗灵府还挺舒服的感觉，就那祁连真的很好啊，你这段台词讲的整件事，我觉得有些戏我们接到剧本的时候，我觉得很烦的。哎，你能喝多少？1斤，1级喝。你懂那个感觉吗？2趟不是100趟，100。接了剧本，你要把它变成一个，还有你对着那个塑胶积水熊啊，还有，好笑，这个又打光。但是，观众有没有发现我们有一个点，就是这个时候我开始跟他讲一点点广东话，他还听不懂，要大多去翻译一下的。我对他讲国语多，后来越来跟沈星讲的越来越多粤语了。对对，说明越来越了解蔡叔了。对对对，你看这个还有回头他讲什么还有翻译一下的。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对于差不多有些对粤语的跟谁讲也是一个在对对是关系。然后后来有一回也是我给蔡叔打电话回电话，然后蔡叔还教我说那粤语搜楼，然后蔡叔说对，这会儿说这个显得有点像我的小弟。对啊，你看整件事就挺有感觉，我看到最难搞的，你能喝多少？1斤，1级喝，就1趟100趟，很难处理这个梗了，有时候，但是也处理得挺好，再说。是这个地儿看着还挺暖心的。对对，因为你说吧，您说，我说沈星这段话又回来的时候，你看，你真的会疼他的，如果是观众，是吧？他讲，哎呀，那种就连金枪都没有，都没有，都已经没力气了，舌头都长不起来了。是，而且这场戏还是早于魔矿山的剧情拍的，当时咱刚开机就拍这场戏了，您记得吗？对吧？对，就是整个我连吴海山是谁还不知道的，我那会儿都没见过这人。对，很难记得这个名，就很多什么蛋托、爱说，什么毛潘，我谁是谁呀？对，虽然谁也不知道，但是反正大概其就看完剧本之后，只是在脑海当中有一团迷雾，但没有根本对上号，登不对不上号。另外的拍摄感受是这样，但是戏里的话，沈星此时对于蔡叔的感情有没有一些变化呢？就是本来都是1趟1趟的记账，现在一下就100趟，给你划拉掉了。但他最后也没用100趟啊，他说我要用这个换蔡叔帮我问问我舅舅在哪。所以我觉得对蔡叔的情感吗？有变化吗？此时对蔡叔的认知和情感，其实是在这后边的一场戏，就是蛋拓在给我讲这个手机，就是我们达班的兄弟都用这个的意思，就是蔡叔发给你这个制式的我们的通讯设备了，说明真正的认可了你，而不是再像之前似的炮灰了。就好像有这么一个任务，你要挺过来了，我们就同意你加入我们，对吧？是一个好像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样啊，就是投名状一样啊。明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灵魂拷问蔡叔，如果沈星没及时回来，你会去救他吗？当时的你，他有计算啊，有没有损失，有什么收入利润呢？不会，因为你去救他，肯定会得罪某一方面的，有一些这里很危险的这个三边坡的地方，你要触碰某一些势力，你要平衡了，太难了明白了。那此时才因为你要知道，你要毒贩答应你只可以允许你的车运输上去，但是不用帮他把货物带上山，这个条件多难啊，你懂我意思吗？懂了吗？就是这个很难搞的，这个
所以你开始让沈星去帮你送傀儡进那个魔矿山，没想着他回来，对不对？没想着他能回来。我这是不是灵魂拷问了？你肯定得想着呀，我不回来，贺野红谁拿过来呀？不是我派你去魔矿山干嘛？您让我去那儿，明着去唱高戏，去带那个傀儡戏的老头和那孩子上山，其实是为了让吴海山把那个鸽血红装在我车上带回来。对呀，就消失了，也紧张啊，怎么补救？因为积雪熊是用来一个礼物嘛。后来不是有一对魔来补救，因为把爱说的关系靠积雪红来搞的嘛，所以后来不见了。因为其实会消失一个人的，在这个地方，但这个人也不会吞掉那么贵的东西，所以没地出手。对，很难，所以他不回来，第一时间不会想怎么救他。因为真的太难了，就怎么补救？我要下面的计划补救一下这个，答应人家怎么去圆这个话，因为人家大婚的时候说明要送什么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3段视频。谈完了吗？那你咋个人都出来的了？哎，剩下的都是他们的家事了啊，对吧？那就是谈成了。都说魔带来好运，果然是真的。太叔，小心点啊！好，想问一下猜叔啊，这个魔的出现呢，解决了猜叔的难题，那你觉得沈星是不是猜叔的幸运星？其实这样就可以回答你有一些问题了。自从他捡到魔之后呢，你真的不敢对他说走了，你也不敢为难他。捡到魔的人就天选之子了。你不会碰一个那么有运气，但后来魔就死掉。就这么点运，有试用期的这个。积雪红加上魔，你就觉得这个人真的又干净又有运气，你真的想他留下来。你看又有天又帮他的人，又干干净净的人，又真的很聪明，能帮你解决问题。对。那我们看到蓝波和细狗对于沈星捡到魔的反应也是截然不同的。那他们两个对于沈星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呢？那个麒麟老师是这样的，因为本身在拍摄过程当中，就他们俩的人设都已经很明了了啊。就是蓝波跟沈星，因为从最开始两个人一块儿去各个那个村里头布施也好，包括后来蓝波还这个遇见了那个偷牛的、偷走路的，他不还过去跟人冲杀，就那会儿就和沈星建立起了那个很好的友谊啊。西狗是因为本身他觉得是猜叔身边最亲近的人，然后他觉得我跟他争宠啊。西狗倒不是个坏人，但是他就是虽然能力一般的。对，然后是那个领导旁边群体，但是其实就他除了说爱吃点醋，别的倒还真没什么。所以沈星心里其实也倒不怪他。原来是这样。好，那其实网友也挺爱看猜叔和自己的小舅子就是细狗的对手戏。那调侃细狗是猜叔没用的亡妻遗物啊。然后细狗我看不是写说他是那个什么非文化物质遗产吗？不是。
他自己 Q 的，说自己是没文化物质遗产啊，对，纯物质，纯是物质。那猜叔，你先来说一说怎么看待细狗这个小舅子和你之间的关系呢？太气了。他肯定讲过一句话，他起码不会卖我。忠诚。对，就因为我跟细狗说，他说要你去买白菜，会买了菜心回来的人，顶多就是你怎么都要把抓的白菜，把烂的白菜你要买，他就会这样买回来。只不过他说我叫你卖白菜，没有要你再买那么烂，但是他绝对不会买一些新鲜的菜心回来，一定是白菜。你懂那个？这个人明白。也不会携款潜逃。对。下面为难一下两位老师了啊，要给猜叔、沈星、蛋拓和细狗排喜欢的程度，你们会怎么排序？要分别排序。排在我们心中的喜欢程序，喜欢顺序。对，看一下我们画面中的图。排序哦。不用想，细狗肯定在我们俩这儿都是倒数第一个。不是喜欢什么，我们两个喜欢他吗？为什么？你要用观众的角度，我也没看过。他是说观众会喜欢咱们四个谁是吗？这个是你们自己的，是你们自己对这4个角色的喜爱程度。那肯定要喜欢自己的人才能演出好的。对。其实很难的。你在拍的时候，你真的是都对于他们都产生感情的嘛？我们不能从画面出发的人，我们曾经一起战斗过那么长时间的一个团体啊，就是细狗啊，什么很多如果你分配给他就很难的，有时候你就好像蛋拓游戏，我不知道为什么特人对他比较凶一点。我说为什么拍到最后你还是某一些情绪？他说我就要从头演一块石头。我说当然石头有阴面跟阳面，我还要解释说，可能人家一条桥，如果你一直粘着我怼着我，在画面上在歪设就是两个人贴在一起。就其实你爱他，就说想讲一些东西给他听一下，有些戏要根据你在那个环境是怎么样，你要知道镜头怎么拍。那个外设就是降不出那个距离，就两个人就你顶我，他是怎么样？我说这个画面怎么拍呢？这原来也能从这个方法出现的。就比如细狗，有时候他就每天宠物一样，每天拍完戏都谢谢你，是吴老师，比如宠物一样，乖，他很好笑。这个细狗，他好像已经真的是一个细狗一样，每天都谢谢你吴老师，他觉得今天没犯蠢了，就已经就当然其实我们就很多时候我们一起创作一些情绪啊、剧本啊，大家一个好的搭档啊，其实有些想法都我们就大家搭起来，就这样的一件事。所以这真的是爱他们，就是不会想让大家落单的一种，不会说这样就好看，你怎么演就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对，大家都是心很齐，对，心很齐，都想把这事儿都弄好了。就像爱说小春老师，就是我们因为他也是比较资深的，那我们就来了，就因为跟他好像认识很多年一样，就讲不尽的话题，跟你开机的时候，大家就不会就整不会有陌生感啊，都很开心，真的。也是。王迅呢，其实有一场戏，
人家来，他说我有事不到，来到医院，剧本本来写的没事，我说不可能啊，我说不是你中间做梗吗？我说4口你冲过去质问他，我说对呀、又是啊，我说没有理由，观众没有理由放过你的，你不是我不是因为他不到，我要被迫要去蛋托被泡在水里嘛，所以大家就一起合作，说你自己想一下台戏怎么圆这个话啊，蔡叔不会理你的，你圆，他就一直想怎么圆，很切身处地。你看我那一天怎么，你可以问怎么整心，我那个时候还不相信他，所以整件事大家演员都很开心的。他过年还寄给我一些很肥的腊肉。没见过那么肥啊，真的全白。这个真是腊肉吗？对，真是能感受到大家一起共创了一部优秀的作品，然后也延续了戏里的关系，也变得更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4段视频。好，蔡叔，投资个2点，下周3出院。到時你去接佢啦。蔡叔，我去吧。邊個去咪一樣？你做咩翻嚟啊？他刚刚说，他要回来把那个边水跑完掉。你舅父呢？他平安回国了，我是有了新的想法。怎么想？就是把边水跑完啊，把欠您的都还上，善始善终。想清楚了吗？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语意业，无有疲厌。这是您教的。哼，幾有文化嘅。你搞開咗佢。坐。我有個問題想問你嘅。吳海山話你打電話俾佢提醒我呢邊會有危險啊？对，我在出关的时候碰见了那个决心吞警官，他告诉我他在区碰的卫生部见到了陈会长。可是我记得拓泽跟我说您和陈会长要在大区林吃饭，所以我就想到里头肯定有诈，一定是毛潘那小子搞的鬼。我舅舅那个腿就是毛潘害的，这个人报复心极强，非常危险。我也跟拓泽哥说过，说咱们最好和他保持点距离，以免他搞事情。對，好啦，你舅父平安無事翻去啦，咁以後可以安心跑埋個邊水，之後想做乜就做乜啊！嗱，既然決定留低，咁我留低㗎啦。誒，這次是真的。当然是真的。我为什么那么爱你呢？两位老师看到这段有什么自己一下就能回忆起来的往事吗？和拍摄的幕后故事？说实话，这场和刚才那个葛有朋那场应该是同一天拍的，都在吴老师刚刚进组没有2、3天，就是我刚跟您拍2、3天戏，咱就已经把这些个挺重要的戏先拍了。对对对，这对大概10天以内吧，因为他就是因为对呀、你要对呀、所以有些事你其实说白了，我觉得如果这个戏有时候不是郭麒麟来演，我真的有点却步，不是因为拆书，真的拆书这个人可以吸引我，但是就很轻松啊。但是郭麒麟才是一个就
他怎么？因为你看上郭麒麟演这个沈星，真的是他就挺可怜的，人家会可怜他。其他帅哥啊，那些有些流量的，人家可能未必会那么可怜他。你会见到他会笑，就是想笑，但最好笑就是有一些你穿着那个出家人那个橘子颜色的大这个积水手，我一回头见到这个人，真好好笑诶，很可怜，他就门口你就想跟那么贴近沈星那个人合作一次。你看剧本，他说哦，郭麒麟真的演吗？因为你投入去看那个人是郭麒麟吗？他就是你幻想哦，就很好啊，他能这样才好玩，这场才才有感觉，才比较可信是吧？看着我比较可怜，别看着我对啊，被人在捅啊一朗，有一些人真的是再捅2刀就毛潘不是再多捅2刀，毛潘来也不是真的是所有反应都是应该我看剧本郭麒麟来演嘛，真的是他嘛？肯定嘛？我附加合约没有郭麒麟，我可以违反合约的嘛？哇，只能听到这么高的评价，因为振宇哥其实在之前的探班专访中就说过这样的话。这是我第2次听他说了。那麒麟，我看你刚才反应很惊讶，来你回应一下。你没有播出过吗？没有播出了已经。不是我，因为我惊讶的原因是我当然也看了这个视频，我也听到了，就是当我面就是直接夸你，我有点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这会儿对。因为害羞了。你能让带观众进去，因为你真的整个形象跟很接近我们观众的，没有距离感，观众很投入，相信这件事。对，这也是我其实一直以来特别希望能做到的，就是我希望我演什么戏，所有人看我的戏都会能相信这件事情它真的会发生。对，那吴老师这次和沈星整个合作的过程，来再点评一下我们的小郭老师。还点评？合作完了之后呢？就很爽啊！你还想怎么样？就很爽啊，越来越。因为其实2个不相熟的也是有一点点社恐的，但是要外遇我们没有客套话的，没有交际，没有应酬，也没有约，但是就在2个人物交流在现场也就是讲剧本，但是就好可能因为2个都是叫怎么爱人呢？一般爱人的人就会知道，不用去打扰对方的，打扰太多客套话反而让对彼此不舒服，急来急往讲，对，就每一次都是这样的。见到麒麟就拍视频也是这样。对，我们都是就事论事，然后非常的有边界感。其实我们俩都是，对，但是也不生疏，如果需要我们现在怎么样，我们马上就可以很快的投入到一个非常职业的状态下。对，如果真的，那下面也是一个网友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啊，就是猜叔在剧里啊，有的时候说粤语，有的时候说普通话。那吴老师，您是怎么考量的？能不能给大家再解读一下您的表演？然后观众朋友们，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发弹幕跟我们互动啊，我们会及时的把大家关心的问题一起给我们的2位主唱提出。因为之前我们要对稿，麒麟也在，我们全部国语，你就知道我不标，他们说我不是港普，是一个老外讲普通话什么，
但是他说顾老师不如用粤语念，你说你用粤语为什么我们虽然听不懂，但是我们也知道你的感情在哪里。后来他说你能说粤语吗？在里面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大家都会乱七八糟乱讲很多，监制曹保平老师就突然想出救一救我的方法，虽然我的身份都是南方人，他说你可以，但是我说对谁说粤语我们要搞清楚，就是你身边习惯的人呢，所以我就跟丹托啊，后来跟沈星啊，之前是狗讲多一点的粤语会多一点，那就让蔡叔我演起来我比较可以没有台词的后顾之忧，可能对于观众来讲也舒服一点。但是他说一段长的对白，你可以哪一句讲国语，哪一句粤语，你自己决定。我说我也不会决定，就现场哪一句顺口来就讲。对，哎，就没有刻意这句很重要要讲国语，就没有这个选择，就是每一个都可能粤语国语都不知道是不是相同的切换，就是这个。那好，那小郭老师有要回应的吗？没有，其实我觉得这个设计特别带感，因为本身三边坡鱼龙混杂，它就是一个很多人他可能在惹了事儿或者怎么着，他想去一个那个没有任何人能管的一个三不管的这么一个地方去逃难，或者说在那儿那个获取一个新的身份继续生活，他本身就有可能是世界各地来的人嘛。然后于是乎我们那儿各种方言呀，包括自己的一套这个语言体系啊，再包括其实我们的后来又来了好多这个欧洲的也好，美洲的也好，来了好多地方的人啊，所以我觉得猜出这个还挺好的，就是其实粤语代表了他最熟悉的一种语境，然后他可以把它讲给自己最可靠的人，或者有的时候他的粤语表演其实都是在自言自语，就是他这个话其实也是不想说给别人听，想说给自己听的。我并没有想要让你们听，而且当时曹导也说了，说如果你是个上位者，你是个领导者，其实应该让别人去迁就你，就是那你本来就是说粤语，你就说粤语，他们听不懂，但是你属下不利，他们要学会听得懂粤语然后我们就其实都明白了。真棒。好，那接下来请那个两位老师看我们的弹幕评论，然后挑选自己想回应的问题来回应一下我们优酷的网友吧。请工作人员给我们老师们手机看一下评论。哪有评论？请看一下工作人员的手机。对，他那看到有哈。对，因为我们现在直播画面可能看不到。等我看看，等会他没在我身边，我出去手眼。他书上位者吗？后面会不会加？他书上面这里，最近几点睡帮子这个帮我带着，会不会？但是我这个电影版吗？龙机穿起来复杂吗？每一天都是困吗？那要不我先问一个，你们也挑着。对，你代替他们问吧。好，我先挑一个啊。沈星在剧中真的是一个无比单纯善良的人吗？说实话，您现在还现在能看得见我吗？现在只听到声音。稍等，等会儿我先回来。有人了，有画面了。对，因为他刚把那个网址发给我，那个切出去看一眼，那叫啥？您给的那网址，那个沈星其实他根儿上是一个怎么说呢？只能从他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善念来说起，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但本身他能够选择出国到一个异国他乡去务工，其实他心思是很活泛的而且对世界有很多未知。然后呢，我其实说实话，在不伤害别人非常
严重的利益的情况下，他是不介意做一些个有利于自己的事情的。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肯定还是拎得比较轻的。要不然沈星，你觉得沈星在边陲经历过边陲那么多事，或者到最后，沈星会对人产生有恶念的机会吗？恶念就会这之前很善，这会有恶念吗？我觉得应该不太会，他可能只是害怕这件事儿和这个地方，他应该不会变成那种作恶的人，他会看到很多作恶的人，然后非常抵触且恐惧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从根儿上讲还是怕，好，下面这个问题问猜叔啊，猜叔会觉得沈星像年轻时候的自己吗？这更不可能啊！我是在打仗的军阀家长大的，怎么会可能有那么单纯的见到那么多生死的人？那下面还有一个问题啊，猜叔真的是重情义的人吗？其实这样说吧，猜叔根本不重情义的，但是他会有几个对象，因为我觉得就是打扮几个人，有手机那几个会有一些就有一些不舍得的态度啊，真的是重不重情义，有时候他是常常会这样说的，就是我这次救不了你，不代表我不会帮你报仇，你懂我意思吗？他也不马上出手救，但是他有可能会，他这口气也会憋不下去的人，这个很恐怖的一个性格。好，下面一个问郭麒麟老师啊，就是网友非常关心，沈星之后还会被打吗？好像像之前那样逮住打的机会不太多了，后边都是陷入到很多事件的漩涡当中，不会有这么直接的伤害了。那你在戏里最信任的人是谁？在戏里最信任的呀，我很难在现在这个时期跟你讲这个事儿，因为刚播了12集，对如果我统揽21集，我最简单告诉你啊，全集告诉你沈星没有信任人，因为所有人都利用过他，你信任的人应该不会利用但是不管利用的多还是利用的少，就算蛋拓不也利用了沈星让他去报房吞嘛，对吧？就是他确实后边对沈星非常好，但是你要统揽全局，这21集没有一个人是就是平白无故对沈星好的。所以我们这个剧好看就好看在人性的这个复杂的这个描述和刻画上，在于真实和你们的表演。对，好，我们就慢慢看哈。那猜出下面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有点难，就是网友很想知道你的白孔雀叫什么名字。喂，对，您好好回忆吧。哇，叫墨，不是因为孔雀，哎呀，那个孔雀我被他抓了几下，但是就没有，就觉得要达到那个效果啊，怎么飞啊，真的有时候就挺不舍得那个，就没有改名的，因为他没有那么好感情去，已经一堆蛋托跟细狗了，还来一只动物改个人名，人都没人名，是，人叫细狗，你是，那有名字还挺好的哈。那下面就请我们2位老师再用
一句话给我们所有的观众安利一下《边水往事》，结束我们今天的夜话。夜话是，我觉得，因为当我看剧本看到最后，我也猜不透猜书在想什么呢。我一直猜书，我在猜书，在猜在想什么。最后那个结局，一个但是后来我也不想他为什么了，因为他只是一个表面上就大家是不是很有兴趣，连扮演那个人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我这么一个演员，就是为什么要知道？但就是这个凭着感觉就演了最后一场戏。总的来说，就是感觉我们剧组的每一个人都在那3个月里，然后好像是走入了一条时光隧道。我们所有的演职人员好像真的在三边坡这个地方切身处地的生活了3-4个月，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个纪录片拍了回来，然后奉献给大伙儿看。反正这个片儿吧，往前倒10年不太有，往后咱不说10年吧，我觉得3-5年可能也不太会有。我感觉我们这个当时的那段经历，然后最后造就的这个片子，反正是一个很罕见的题材类型。好，那非常感谢2位老师给我们优酷的网友的分享。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那希望大家继续追忆我们的边水往事，也谢谢2位老师。好嘞，拜拜，谢谢拜拜。来，最后展示一下我的球衣，我后边看着星 star 看见了吧 ？star 21 star 是 star 星看到了。对，我们这行吧，三边坡耶。为什么你有这个的？因为我是那个三边坡那个波莫联邦男子猛男足球队的。我要剧组给意见给我。对，让老范给您也做一件。谢谢。好嘞。拜拜，老师再见。再见，谢谢。